新一代的华硕天选4锐龙版悄然发布，而 7945HX 的机子我们已经测试过了。那作为 6900HX 继承者的 7940H 到底有表现如何呢？废话不多说了，赶紧让我们来看看这台更像全能本的二次元必备游戏本天选4。视频开头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常规游戏本的重量有多少？专供习武之人的请走开啊！答案是在大部分情况下，认为裸机重量在 2.5 千克左右及以上的为游戏本。在京东的详细参数页面下，你会发现众多厂商的产品都会在 2.5 千克左右，比如隔壁的 Y9000P 在 2.5 千克，匠心 X15 在 2.4 千克，神州 Z9 也是 2.4 千克，而我们今天测到的这台天选4锐龙版只有 2.1 千克重。和很多全能本一样重，比如我们之前买来的 ThinkBook 16加就有 1.9 千克。那么这台伪装成全能本的游戏本性能到底如何呢？那赶紧来看看实际的使用情况。我们拿到的这台华硕天选4锐龙版是搭载了全新的 R9 7940H 处理器和 RTX 4070的版本，外包装主色也采用了和笔记本本体一样的魔幻青，而且天选机二次元要素全部拉满。魔幻青这个颜色呢，也被很多人称之为天选青，可以说是天选的专属配色。天选4锐龙版的包装方式和 ROG 系列游戏本一样，采用了翻盖式打开方式，个人感觉比一般的海绵泡沫抽出式的包装方式要好一点。打开盖子以后，最上面为笔记本，拿出笔记本，下方左右格子各自为 DC 适配器线和三角插线。那取出天选4的本体，第一感觉就是这台机子比较轻。天选4的 A 面采用了金属磨砂材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沾指纹的问题。在上侧石刻了天选的 logo， 回想上一代天选3的 A 面尾部还有一行希腊文阿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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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为生而不同。天选4的这一行小字母转化为了大写希腊字母，并将其由侧边移到了底部，进一步提升了 A 面的整体颜值。在靠近平轴的底部还给出风口预留了位置，以免出风口吹向屏幕造成不必要的散热堆积。同时合盖以后也能看得到 C 面的指示灯， B 面搭载了一块16:9比例 2.5K 分辨率 165赫兹刷新率和100%DCI-P3 色域的电竞屏幕，同时还具有3毫秒超短的响应时间、 G-Sync 全亮度 DC 调光等优秀素质。美中不足的就是有个2指不到的下巴，但是就个人而言，还是更喜欢16:9的屏幕，部分画面看起来也更加协调一些。下方有一个华硕的标志，不过因为都是白色背景啊，看起来不是很明显。最上方的突出部位为一颗 720P 的摄像头，同时天选4还支持单手开合，最大开合角度为135度。C 面的话为磨砂塑料材质，搭载了一块带数字键的全键盘，键程为 1.7 毫米，另外还有独立的功能键和电源键。键盘实际的手感表现还不错，比较尴尬的地方就是方向键半高，触摸板手感也还可以，面积也不是很大，但是对于游戏本来说，触摸板只是没有鼠标时偶尔用一下嘛，甚至大部分玩家平时都是关闭触摸板使用的。在靠上部分的中间位置是创意性的 X 型，共有4个指示灯，从左上角开始顺时针为电源灯、电池灯、飞行模式灯和硬盘灯。地面为工程塑料材质，除了电池区块，其他区块都有一部分散热开孔，电池两侧为扬声器开孔，DIC 的4角都有脚垫来电体机身，可以增大一些进风量。整体笔记本的配色为白色系，沾指纹的话不是特别明显，同时颜值也有所提升。个人还是非常喜欢这台天选4的外观的。在接口方面，天选4左侧为一个 DC 供电接口，一个 RJ45 千兆网线接口，一个 HDMI 2.1 接口，一个 USB 4核显输出接口，一个支持独显输出、支持 DP 1.4 的 Type C 接口，一个 Type A USB 3.2 兼1接口和一个2合1的 3.5 毫米接口。右侧为一个安全锁口和一个 Type A USB 3.2 兼1接口，这个接口还算是比较齐全的。同时独显支持了 Type C 接口，还支持100瓦的霹雳快充，加强了外出便携性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 HDMI 接口为独显输出接口，核显模式下是无法使用的。在前面和左右侧靠前的位置总共有4个出风口，在进行游戏时并不会影响到键盘和鼠标位置，设计的还是比较合理。本次测试的重点之一就是在这颗 7940H 上，之前7035系的 7735H 对比 6800H 提升很小，而这一代7000系马甲 CPU 也是让我们看得眼花缭乱。但是7040系列和7045系列还是带来了新 Zen 4架构的台积电性工艺。7940H 这颗 CPU 呢，拥有8个核心16线程，3G 缓存为16兆，基础频率为 4.0 赫兹，最高加速频率 5.2 赫兹，采用了台积电4纳米工艺，默认热设计功耗 TDP 为35瓦到54瓦，代号为 Phoenix。7040系列和7045系列最大的差异还是核显。
和7945HX 只有2个 CU 不同，7940H 核显为 Radeon 780M， 用12个 CU 的高规格。对比去年的最强核显 680M 有了进一步的提升。这颗 7940H 在 CPUZ 中单核跑分为 641.1 分，多核跑分为 7066.1 分，表现相比上一代的 6800H 提升了 5%。Cinebench R3 跑分中，单核分数为1801分，多核分数为17510分。这个分数相比 6800H 多核提升了 36%， 单核提升了 18%。在10轮循环跑分中，分数略有所下降，也属于笔记本的正常现象。在跑分过程中，全核频率为 4.77 GHz， 功耗为80瓦，温度最高为 94.5 度，散热表现还不错，刚及格。本次我们拿到的版本为 RTX 4070版，采用了新的 Ada Lovelace 架构，移动端为 AD106 核心，搭载了4608个流处理器，频率为1230到2175兆赫兹，官方设计功耗为35瓦到140瓦，配备了 8GB GDDR6 显存，位宽为 128bit， 同时支持 DLSS 3等技术。而本次天选4的 GPU 方面，还有一个重量级的选手，那就是 R97940H 上搭载了最强核显 Radeon 780M。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这颗核显有12 CU， 也就是768个流处理器的规格，频率由上一代最强核显 680M 的 2.2 GHz 提升到了 2.8 GHz， 在台积电4纳米的加持下更加强大。在理论测试的 3D Mark 中 ，RTX 4070的 TimeSpy 分数为12647分 ，TimeSpy Extreme 分数为5585分 ，Firestreak 分数为32072分。Firestreak Ultra 为6824分 ，Firestreak Extreme 为15253分。对比上一代的3070提升了约 15%， 而780的 TimeSpy 分数为2942分，对比上一代提升了约 10%， 足够企鹅全家桶和一些轻娱乐需求了。紧接着用 P95 烤鸡半小时后 ，CPU 温度维持在了 83.2 度，全核心频率为 4.5 GHz， 功耗为80瓦，而显卡用 ForMark 单烤半小时后，温度为77度 ，CPU 核心频率为 2.3 GHz， 功耗达到140瓦。用 P95 和 ForMark 这2个软件双烤 CPU 加 GPU 的情况下 ，CPU 温度为 78.4 度，功耗平均保持在45瓦。全核心频率维持在 3.6 GHz， 而显卡方面 ，GPU 温度为 77.3 度 ，GPU 核心频率也保持在了 2.1 GHz， 功耗基本为115瓦，综合功耗为160瓦，性能释放的能力还是相当优秀的。当然，在测试中，因为受到 NVIDIA 驱动的影响，功耗可能有所波动，整机功耗是维持在160瓦的。噪音测试还是很重要的。在工作室环境底噪为37分贝的情况下，安静模式下满载有40分贝，性能模式下满载为43分贝，增强模式下满载为53分贝。个人感觉声音强度还可以接受，算是游戏本中比较小的了。当然，购买游戏本最看重的莫过于游戏了。那么这台更像全能本的游戏本，在游戏表现方面到底如何呢？让我们来看看啊。在霍格沃兹遗产中，高画质设定下 1440p 帧数为 56.3 帧 1% low 为 33.8， 在 1080p 分辨率下帧数为 75.4 帧 1% low 为 46.5。 在苏联美学原子之心游戏中，原子画质设定下 1440p 为 67.3 帧 1% low 为 49.3 帧，在 1080p 同等画质下为89帧 1% low 为66帧，基本达到了纯光栅下的流畅运行。那在R星出品的788模拟器《荒野大镖客：救赎2》中，默认画质情况下 1440p 为 70.4 帧 1% low 为 21.2 帧， 1080p 分辨率下平均帧数为 92.9 帧 1% low 为24帧，完全达到了畅玩的水平啊。那在提前发布了几十年的大作《赛博朋克2077》中，预设的超级画质档位下 1440p 帧数为 60.9 帧 1% low 为43帧， 1080p 帧数为 95.97 帧 1% low 为58帧，保证流畅运行游戏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在育碧关头厂稳定 IP 刺客信条系列的英灵殿游戏中，极高画质下 1440p 平均帧数为73帧 1% low 为55帧， 1080p 分辨率下平均帧为95帧 1% low 为61帧。同样在育碧关头厂另外一款游戏《孤岛惊魂6》中，极高画质下 1440p 平均帧数为82帧 1% low 为71帧， 1080p 分辨率下为93帧 1% low 为75帧，也是完全流畅运行无压力。在网游中，CSGO 1440p 分辨率下最高画质平均帧数为210帧 1% low 为50帧，在 1080p 分辨率下平均帧数为280帧 1% low 为86帧，形容在烟雾中的帧数会比较低一些，也属于正常现象。这个帧数在实际游玩中完全是够用了。
在 PUBG 游戏中，1440p 级制画质下，平均帧数为 167.9帧，1%漏为 78.7帧；1080p 同等画质情况下，平均帧数为 226.9帧，1%漏为 130.7帧，基本达到了电竞水准。而在国产游戏《永劫无间》中，1440p 下平均帧数为117帧，1%漏为36帧；1080p 分辨率下帧数为148帧，1%漏为91帧。感觉游戏优化还是差点意思，但流畅运行是没什么问题的。天选4锐龙版搭载的是 DDR5 4800兆赫兹的内存，在 AIDA64 内存测试中，读写速度分别在6万多和7万多，延迟数据也还不错。硬盘方面，天选4搭载的是一块稀疏的 SN5601TB 固态，读写速度如图，相比顶级的固态是有一点点差距啊，但是对于游戏性能来说足够了。另外，天选4采用的也是华硕奥创智控中心，支持冷切换和运行模式切换等功能，而热切换仍需要到英伟达控制面板中的显示模式进行切换。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切换和谐模式运行，需要关闭所有占用独显的功能，建议重启一下再切换。软件的另一个重点就是天选产品的特色——天选机软件。开启以后会在桌面最上层有一个迷你的天选机走动，也可以在菜单中切换散步模式增强活力，并且在软件设置中也可以自由更换多款天选机的壁纸，还有2个小游戏可以和天选机进行互动，这波是二次元实力拉满。其实按道理来说，游戏本测续航的成绩应该是十分拉胯的，和那些5大3粗的游戏本不同，其搭载了一块90瓦时的电池。在和谐模式下 ，PC Mark 10续航测试为12个小时43分钟，仅仅比以续航著称的灵耀13少了1个小时，这个数据还是非常强悍的。刚刚有介绍，天选4的第2个 Type C 接口是支持100瓦的 PD 协议快充的，在读写模式下 ，CPU 功耗调整为25瓦，100瓦 PD 快充供电可以达到 DC 充电器满功耗性能的 65% 左右。但是电池仍然在缓慢掉电，在和谐模式下，基本就等同于一台搭载了满血 R97940H 和 2.5K 165赫兹电竞屏的全能本了。在外出使用 PD 100瓦的时候，还是建议使用和谐模式。在 7940H 台积电4纳米工艺和 780M 核显的加持下，几乎就是一台全能本。那最后我们也剥下天选机的外衣啊，拆开后盖板的所有螺丝，就可以轻松打开天选4的外壳了。除了硕大的90瓦时电池，还可以看到天选4采用了5热管加双风扇，搭配4个出风口的设计。无线网卡为联发科的 MT792摇型号，支持 WiFi 6协议。整体封装呢还是非常好看的。华硕天选4锐龙版虽然分类被分类在了游戏本领域，但它更像是一个更强的全能本，仅重2.1千克，厚度也在22毫米。尤其适合有办公需求的大学生群体。在一众黑灰色的傻大黑粗游戏本中，天选4在其中一眼望去就是鹤立鸡群，用更加丰富的配色打动了众多年轻消费者的心。白色机身和天选机的互动元素也对喜欢二次元的朋友们比较友好。如果我还在读大学的话，我大概率会选择天选4这样的一台笔记本。所以大家还想看什么笔记本呢？都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哦。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电脑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记得关注超级课。我是叶强，我们下期再见。